林婉，不是有2次确认吗？你为什么没拒绝？因为我不需要拒绝。周叔，我收到外派非洲的邮件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那天小梦来我办公室，看见我在帮你弄资料，她说非洲的动物大偏系很壮观震撼，就帮你选了西非。她年纪小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有2次确认，你再拒绝呗。你觉得这事儿无所谓？你又想多了，有必要这么严肃？改回来不就行了，恶作剧而已。如果不是 Lucy 提醒我，这调令就生效了。赵梦这是恶意篡改公司文件，我可以举报的。林婉，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一个玩笑，你要举报小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取对她的敌意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她刚毕业，在公司谁都不认识，我当导师的多照顾点怎么了？陪她开个玩笑有什么大不了？你要举报就连我一起。7年了，我和周旭从大学社团到同一家公司，从实习生到项目搭档。原来我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，在周旭眼里不过是可以随手送给赵梦的玩笑。既然你想我走，那我就走给你看。婉婉姐，我刚和周贤哥通电话，他心情不好，想约大家去露营。你觉得我去合适吗？我不知道，怕你误会。周贤哥说你最近对他有意见，我想着也许我……那你别去，不是来问我意见吗？我给了，别去。小梦，让你在楼下等，怎么上来？我来问婉婉姐的意见，我怕她不高兴。傻不傻？问她做什么？我让你去就去，你看看小梦多在意你的感觉，你呢，连个玩笑开不起，越活越回去了。她在意我的感觉。这3个月他搞了多少事儿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当着我的面给你送早餐、写便签，朋友圈那些暧昧不清的话装给谁看？一天天哥哥长哥哥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演职场偶像剧。找面喊我姐，背地里巴不得我消失，我看着都反胃。你说够了没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薄？小梦大度，不跟你计较，你给她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周玉哥，别说了，你疯了，不可能。林婉，你在挑战我的底线。底线？那就分手。要分就分，别到时候又求着我复合。别理他，我们去团建露营。调岗已确认，西非项目组常驻3年，薪资翻倍，回国连升2级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婉婉，我在蓝调酒吧看见周毅和赵梦了，他俩都快啃一起了。周总监，大冒险还是真心话？大冒险就是拥抱身边最近一位女生10秒。林经理，今晚周总监在云顶办项目庆功宴，请您务必参加。不去？为什么？这项目你也是核心成员，有约了，那就带朋友一起来嘛。周总监特意交代，希望您到场。知道了。婉婉姐，你来啦！今天是我的转正庆祝宴，我怕不够热闹，就求周月哥把他的庆功宴挪到今天一起办了。恭喜！谢谢姐，快进去坐，主桌给你留了位置。林婉，去主桌，躲这像什么样子？这挺好。我放任你拉黑我2周，气还没醒。哪次庆功宴你不是和我坐一桌？就为了调岗那点小事，至于吗？林经理，过来坐吧，位置留着呢。婉婉姐也在呀，正好我和周一哥在商量行业峰会的事，我已经转正了，一哥说要带我多见见世面，我们3个一起去吧。周宇，你曾经亲口说过要带我去参加今年最大的行业峰会，你说你要把我引荐给那几位行业大牛，好让公司里那些传言说我靠你上市的人看看，我林婉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全凭我自己应得的能力。你们2个去吧。林婉，我最近要交接的工作多，没时间。婉婉姐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调岗申请真的只是个玩笑，我以为你会觉得好玩。如果你因为这个不去峰会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我把名额还给你。小梦，这跟你没关系。林婉，你适可而止，峰会名额早就定好了，你现在闹脾气，说不去就不去，把公司资源当什么？你非要这么阴阳怪气？林经理最近确实忙，新季度营销方案还在收尾。周总监，小梦去也挺好，年轻人多锻炼。玉哥，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出去透口气。林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周宇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你到底还要别扭到什么时候？调岗的事，
你撤销申请不就行了？多大点事，非要闹得整个部门看笑话。看笑话？是谁让整个部门看笑话的？是你纵容一个实习生篡改我的职业规划，还是你现在理直气壮指责我？我问过小梦了，她本来就打算告诉你，是你先发现。就算你没发现，最迟第2天她也会提醒你。她刚毕业，觉得好玩而已。你一个职场老手，至于跟她斤斤计较？那我谢谢她的好意。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下周1行业峰会，你必须跟我一起去，这是我早就答应你的。我会在会上把你引荐给那几个大客户，这对你以后去市场部立足至关重要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别后悔。我做事从不后悔。周总监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忙，回去。你有什么好忙的？总部面试不是结束了吗？林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最好别后悔。还真不去峰会啊？周总监都亲自来接了。我不欠任何人收入。婉婉，快看朋友圈，周旭是不是疯了？这纯纯恶心人吧？带小朋友见识顶级行业盛会，年轻人眼里有光的样子，让我想起刚毕业工作的时候。周总监这是带徒弟还是带小女友啊？林经理没去，黄金搭档拆伙了。赵梦确实灵，周总监眼光毒啊！你们虽然没明说关系，可谁不知道你们是一对？你真一点都不生气？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晴晴，晚上有空吗？陪我吃顿饭。吃什么？我请客，化悲愤为食欲。去那家新开的非洲餐厅吧，我想提前适应一下口味。非洲餐厅？林婉，你来真的？婉婉，你确定要吃这个？木薯糊糊炖羊肉配花生酱，听着就黑暗料理。招牌炖羊肉、烤鸡、木薯，再来2杯大麦茶。你还真做过功课。既然要去，总得提前了解。西非条件不比国内，我不能到了那边天天饿肚子。你跟我说实话，真决定去非洲？3年，为了躲周货，搭上3年青春，值吗？不是躲他，外派薪资翻倍，回国职级连升2级，这是公司给我的最好条件。以前我为了配合周易，一直留在原部门，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可那边医疗治安，我怕你出事。公司有安保和医疗，更重要的是，离开现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环境，我终于能喘口气。怎么不走了？林晴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上去吹吹风。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别想不开啊！想什么呢？我只是去告个别，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，别应承。好。刚入职那年，我最喜欢来这里。那时候，周谢还是我的上司。看看下面，一个项目失败，在这些光里连个像素点都占不到。林婉，你的路还很长，别被一块石头绊倒就爬不起来。那时的他成熟稳重，像一座山。后来我们成了平级搭档，这里成了加班后的秘密基地。林婉，你进步的速度让我有危机感。那周总监可要努力了，别被我超车。那时的他，我不知道
那些并肩作战的日子里，是从哪一刻开始，他变了，还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他？周玉，再见了。喂，妈。婉婉，你爸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一直在老家吗？今天吐血晕倒，我送到市里医院，医生说胃里有肿瘤，高度怀疑是癌，要马上手术，押金就要8万。你找我是要钱？妈知道你恨他，可他毕竟是你亲爸，你弟弟还在上学，我真拿不出来。婉婉，救救他吧！还差5万。周熙，接电话。喂，老李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，能不能借我1万？下月奖金一发我就还。李婉，不是我不帮，最近房贷业紧，我只能转你5千。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张姐，我父亲生病住院，急需用钱，能不能先借一点？我手里也不宽裕，5千行吗？行，已经很帮忙了，还差2万。周熙，你到底在哪？导师大人说我这3个月表现超棒，这是奖励我的啊，好开心！以后要更努力才行呀。18000，太贵了，不实用。以后再说。再借救命钱，你再送奖励。晴晴，我爸确诊可能是胃癌，明天要交手术押金，我凑了13万，还差2万。你手里有宽裕的钱吗？银行号发我马上转。2万够吗？我还有5万定息，明早取出来给你。2万够了，谢谢你，晴晴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叔叔在哪个医院？明天我请假陪你。不用，我妈在那边守着，我明天把钱打过去。决定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好，我支持你，今晚别硬扛，早点休息。喂，林婉，昨晚怎么了？连打3个电话。我昨晚在帮小梦复盘她第1个独立项目，手机静音了，没听到。送实习生的项链贵吗？你又多心了是不是？你看了小梦朋友圈，林婉，一个实习生的鼓励奖，你也这么在意？18000的项链，鼓励奖，周总监真大手笔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非要用龌龊心思揣测我，我没办法。我打电话是问你，调岗申请撤销没有？今天最后期限，与你无关。林婉，别拿前途开玩笑，你肯定会撤销的。你跟我搭档7年，你离得开我吗？去市场付钱，你必须给小梦道歉，否则入职你自己办，我不会带你去见直属领导。周宇，你听好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打招呼，也不需要你教我做事。从现在起，我的事你少管。林经理，海外事业部的交接文件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签字？现在就签。那机票，麻烦帮我订下周飞卢萨卡的机票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非洲一去3年，条件艰苦，疾病也多，你能受得了吗？留在这里，我每天都要面对周玉和赵梦，我不想把3年耗在内耗上。可是，最让我难过的，不是背叛，也不是赵梦的手段，是我第一反应竟然是怕失去他，怕改变，怕一个人面对未知。现在不怕了，连被恶意调去非洲我都能接受，这世上也没什么能吓到我。我要去那里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加倍拿回来。放松，很快。你还挺能忍，以后都得能忍。欢迎加入海外事业部。哎呀，大家都在呢。林婉姐，
听说你真的要去非洲了，我还以为你只是开玩笑。是啊，托你的福，非洲条件差了点，但也是锻炼人的好地方。祝你早日适应那边的艰苦环境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也祝你一切顺利，好好跟着周经理学习。毕竟靠别人施舍的转正和礼物总是不那么踏实。大家继续吃吧，披萨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真的要走？让一让，我要下楼。周总监，放手，这里是公司。林婉，我们谈谈。该谈的都谈完了。陆飞芳，你为什么不撤销申请？你明知道那只是个玩笑，为什么拿自己的前途惩罚我？惩罚你？周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我去非洲是为了升职加薪，为了我自己的前途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不信，你那么怕吃苦，吃辣都会胃疼半天，你怎么受得了非洲？林婉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不该纵容小梦，不该不尊重你的职业规划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我现在就去求王总，把你调回市场部。太晚了，周宇。如果你真的去了非洲，我们就彻底结束了。我们早就结束了。从你允许别人在我们之间随便开玩笑的那一刻起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活，也会好好赢。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走。你宁愿去非洲吃苦，也不愿留在我身边。你到底爱过我吗？我曾经爱过你，胜过爱我自己，但现在我要开始爱自己了。别再联系了，祝你和赵梦百年好合。前往卢萨卡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。欢迎登机。供应商报价重新拆，物流风险单独列，今晚改完，明早谈判。价格可以谈，底线不能碰。你们要长期合作，就拿出长期合作的诚意。林总，项目利润测算出来了，超预期。3年，1000多个日夜，他们像上辈子认识的人，被我彻底剥离。林总，真要回国？这里教会我的东西，够我回去打一场新的仗。我回来了，不再是那个被感情裹挟、被随意调岗的林婉。文婉，你在忙吗？周宇刚才给我打电话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问你是不是真的回国了？我说你昨天到的，他不信，非说你故意躲着不见他。他还端着总监架子，说要跟你见一面，聊聊工作合作。苏晴，告诉他，我没空。听见没，周总监？我们家婉婉说没空，她刚回国倒时差，哪有闲工夫跟你叙旧？苏晴，你别跟着瞎起哄。林婉，我知道你在听，你昨天就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回公司报道？海外试验部说你根本没提交复职申请，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？闹脾气？周宇，3年了，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我为什么要去老宗家报道？你不在老宗家还能去哪儿？你别忘了，你当年签的是外派协议，期满必须回总部述职。不好意思，周总监，我的辞职报告昨天下午已经发给集团 HR， 违约金也一分不少打进对公账户了。值了，你疯了吗？你在3年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们婉婉现在是丰瑞资本投资总监，明天走马上任。你们那点小庙装不下这尊大佛。丰瑞资本？没错，
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不是同事，还是竞争对手。为了避嫌，私下见面不必了，有业务交割，请走官方流程预约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走。从今天起，还拦不住我。林总，欢迎加入丰瑞。你在西非主导的几个跨国并购案干得漂亮，我们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把你抢过来。张总客气，丰瑞的平台更适合我现在的职业规划。第一仗就是硬骨头，国内头部智能制造企业并购案，你老东家也盯着这块肥肉，有信心吗？既然我坐了这个位置，就不会让丰瑞的钱打水漂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婉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。林总，老东家的团队昨晚已经接触星汉管理层。那就更好，第一仗打给他们看。林总，这是星汉制造并购案的初步进报告，核心技术过硬，但财务很复杂。您老东家已经接触2个月，条件开得很优厚，我们现在入场胜算不大。陈经理，如果胜算很大，公司还需要花高薪把我挖过来吗？我在西非做并购，看的不只是报表，还有随时会变的政策和冲突。相比之下，国内商业竞争规则清楚得多。你们的今晚评在表面，星汉制造负债率高，但上季度研发投入占总支出40%，技术迭代冲刺期，资金链仅只是表象。老东家开优厚条件不是慈善，是想趁火打劫压估值。我们不跟他们拼价格，交给星汉制造最缺的产业资源整合方案。陈瑞，3天重新竞调，重点深挖供应链上下游，找到他们真正卡脖子的地方。明白，林总，我马上带团队落实。各位，丰瑞的钱不会打水漂，从今天起，别把我当空降，先把项目当战场。周总，林婉怎么能这样？公司培养他这么多年，他一回国就跳去竞争对手那里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也太忘恩负义了吧！闭嘴！周玉哥，你怎么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我只是关心你。我让你出去，听不懂吗？林婉，你非要站到我对面吗？老东家那边又加了一道报价封锁，我们今晚还要改模型吗？改，把供应链协同和退出路径再压实，要撕口子就撕在他们最自信的地方。林婉，周总，如果是星汉制贸的案子，我们最好谈判桌上见，私下接触不合规矩。我不是来谈工作的。那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？为什么去丰瑞？就因为赵梦当年那个恶作剧，你就切断所有可能，宁愿去竞争对手那里，也不愿回来看我一眼。3年了，你还是觉得那只是恶作剧？是不是你道个歉，我就该感恩戴德的原谅？我知道你受委屈，也知道我不该纵容小梦，可我心里只有你。酒吧那次是酒精和气氛，带他去峰会发朋友圈，只是想刺激你，让你在意我。你够狠，一声不响给我最重一击。为什么不撤销调岗？那个玩笑，值得你记恨这么多年，毁了我们7年。那个调岗，其实不值得记恨。那你真正让我死心的，不是调岗。周宇，我父亲住院要手术，我打你电话那晚，你知道我在哪里？你那晚是在等我，对不对？婉婉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关机，我该接你电话。周宇，那晚我父亲确诊癌症，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，押金15万，我拿出所有存款，找朋友借，凑了13万，还差2万。婉婉，我打了你3个电话，无人接听。然后我看到赵梦的朋友圈，他带着你送的18000项链，定位在你的私人公寓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叔叔病了，那条项链只是什么？满足你虚荣心的道具，还是刺激我的筹码？真的不知道。周宇，你不仅自私，而且愚蠢。
林女士，马上。不过都过去了，我父亲手术很成功，我现在也很好，前所未有的好。婉婉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以后保持前同事和竞争对手的关系。替我谢谢赵梦，他的玩笑我收下了。西飞的经历我很珍惜，没有他，我也许永远下不了决心离开你。林婉，周宇哥，您回来了，我给您泡了咖啡。我爸病重，我借钱无门，你呢？再给赵梦送项链。取下来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你把项链取下来，滚出去！周宇哥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别再这么叫我，是我亲手把他推走的。小张，进来。暗中查赵梦3年所有项目流水，私下客户接触，还有最近有没有联系风月资本的人。明白，周总，我马上办。周宇哥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把星汉制贸资料送会议室，其他事儿别来烦我。林婉，就算只是在谈判桌上，我也要再见你一次。林总，星汉制造同意初步方案，明天上午10点，总部第1轮正式谈判。老东家那边一定会派人去，大概率是周宇。通知所有人今晚加班，把估值模型、债务风险、员工安置方案再核一遍。明天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明白。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林婉，他现在是丰瑞的林总了。林总，好久不见。周总，幸会。星汉这个案子我们跟了很久，势在必得。丰瑞现在入场，是不是太晚了？商场上没有先来后到，只有实力说话。周总如果这么有信心，何必在走廊里试探我？林总，资料都在。进去。2位都是顶级团队，今天我们只听方案。我们给出的价格高于市场估值20%，现金、债务公组、管理层激励全部一次到位。林总，该你们了。周总的钱很漂亮，但星汉最缺的不是钱，是上下游。丰瑞控股的3家原材料供应商、2家海外销售渠道全部向星赫开放。我们不是买走星赫，是帮星赫做产业闭环。方案宏大，但丰瑞那几家供应商产能已满，拿什么保证供应？扩产协议已经签了，下个月投产。做投资不能只看眼前账本，还得看未来版图。林总这个整合思路确实打到星赫弄点了。产业整合听起来漂亮，可财务风险、供应商协同、海外渠道落地，哪一项不烧钱？风险测算在第18页，供应商扩产排期在附件3，海外渠道我在西非做过3年并购落地，失败成本也算进去。林总在海外历练3年，眼界和格局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过奖，实战出真值。中场休息10分钟，之后进入最终报价。林婉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星汉底线我们早摸清了，你们报价低于底线，王董照样不会签。赵梦，你是不是觉得和当年办公室那些小动作一样，偷听几句墙角就能赢？既然这么有自信，走着瞧。贵州资本最终报价，这个数。林总，丰瑞最终报价。最终报价以及产业资源对赌协议都在里面。王董，怎么了？周总，实在抱歉，林总报价比你们高5000万，对赌条件也对星汉更有利。这次并购，我们选择丰瑞资本。不可能！你故意设局，兵不厌诈。周总，承让我。林婉，你算计我！
周总这话从何说起？正常商业竞争而已。要不是你们团队试图窃取锋锐机密，又怎么会踩进陷阱？你干了什么？我没有。周瑜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帮你赢。蠢货！周总，贵司的职业操守实在让人不敢恭维。看来星汉选择锋锐是正确决定。今天的事我会给您一个交代，抱歉，失陪。林总，赢了。把意向书流程推进，今天签。星汉这一仗打得漂亮，林婉，锋锐在智能制造这枚棋落稳了。林总，我敬你。谈判桌上那招将计就计太绝了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大家辛苦。婉婉，大快人心，老东家那边出大地震了。怎么了？周瑜回去发了雷霆大怒，直接让保安清了赵梦工位，还查出他这3年收供应商回扣，公司开除全行业通报，还准备起诉他泄露商业机密。终于动手，这算不算给你出气？迟来的正义，一文不值。林婉，你满意了吧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赵梦，这里是锋锐的庆功宴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保安，谢谢保安。林婉，我求你帮我跟周瑜求情好不好？他开除我，还要全行业封杀我，还要起诉我，泄露商业机密这个罪名一飞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你毁不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机密是你的，回扣是你收的。当年你改我的调岗申请，把我送去西非时，怎么没想过会毁了我的前途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嫉妒你，嫉妒周四对你好，我以为你走了他就会爱上我。这3年了，他根本没碰过我，他心里只有你。你凭什么不就是早认识他几年吗？你现在赢了，为什么不能放我一条生路？赵梦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你输在哪？你以为抢走一个男人就能取代我的位置？我的位置是我在西非红土地上用熬夜的方案、真刀真枪的业绩拼出来的，你只会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别人。让开，别脏了我的路。周宇哥，周总，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能被起诉，我求你。滚！周宇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3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项链我还你，钱我也退，你别起诉我好不好？我让你滚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周总，当年你篡改林婉的调岗申请，现在又窃取商业机密，我没立马报警已经是最后一点情面，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保证让你在里面待上10年。林婉，周宇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林婉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才知道，他不只是改了你的申请，还在背后做了那么多事，是我瞎了眼。周总的道歉我收到了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回去，同事们还在等我。等等，我准备从老东家离职，我打算成立一家私募基金。以前的错我知道不能轻易弥补，也没资格求你原谅，但我想用新的身份重新开始。以后我的基金如果能和锋锐合作，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并肩作战吗？不可以，连一个合作机会都不肯给我。周宇，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？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，你创业也好，留下也罢，都与我无关。我不需要一个带着愧疚来找我合作的伙伴。祝你创业顺利，周总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都处理好了，结束了。我明白了。林总去哪儿了？大家正找你敬酒呢。接了个电话，今晚大家放开喝，账单算我的。那一晚，我喝了不少酒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林总，大新闻，老钟家那边出大地震了，星汉案子丢了，高层发火。不止，周瑜辞职了，今天一早递的辞职信，交接期都不要，期权分红全放弃，净身出户。听说王总在办公室摔了杯子，骂他白眼狼。知道了。您就这反应？别人的事少打听。星汉智贸后续整合方案，下午2点我要看初稿。初稿已经发您邮箱，我马上准备汇报。周瑜会离开，
我并不意外，只是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。林婉是丰瑞近5年最优秀的投资人。婉婉，现在你可是投资界风云人物了，这专访气场绝了。少平，你呢？听说你们公司在裁员，大环境不好，我们部门也缩编了。对了，我前几天在国贸碰见周瑜了。哦，他黑了，也瘦了，听说自己搞了个小公司，到处拉投资。你说他是不是后悔死了？他后不后悔是他的课题。我只关心下一个项目的回报率。星汉整合已经步入正轨，接下来丰瑞要转向新能源赛道绿能科技。林总，盯着绿能的资本太多，红三高盈都在接触，而且创始人李总是技术狂人，对资本很排斥。正因为难啃，才更有价值。我们不只做财务投资。陈瑞，查清绿能研发最大瓶颈，我要技术尽调。明白。还有个情况，有家新基金也拿到面谈意向。哪家？贵州资金，法人和实控人是周瑜。不用管他，绝对实力面前，情怀和苦劳都不堪一击。李总，我是丰瑞资本的林婉，我们不干预研发方向，只解决你们量产前最难的资源瓶颈。下周3，我带团队上门路演，方案现场谈。林总，绿能科技下周3行程我马上确认，发我日程，尽调今晚启动。婉婉，你爸复查了，医生说恢复很好，没有扩散。那就好。他想跟你说句话，他知道手术费是你借的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。妈，我在开车，不方便，钱我已经还清了，让他别再碰酒和牌，就是谢我。收到，周瑜。既然你重新站到我对面，就让我看看这半年你长进了多少。林总，李总还在见上一波投资人，麻烦稍等。再核对一遍技术瓶颈和供应链方案。明白。林总，久仰。刚才我和贵州资本周总聊得很投机，他们对技术路线理解很深。技术是绿能的成盒，但量产靠资金链和供应链。丰瑞能给研发资金，也能打通上下游。林总的实力我清楚，去大会议室吧，我听具体方案。周总有何指教？贵州小，但我们为绿能熬了3个月通宵，希望你给他们公平选择的机会，别用资本压迫。周瑜，你是不是对资本市场有误解？你熬夜是你的成本，不是绿能必须选你的理由。换个马甲，装成苦行僧就能感动谁？投资看回报率和抗风险能力。贵州扛得住研发失败吗？我不会放弃。随便你。陈瑞，准备路演。目标呢？今天让绿能签下排他协议。周总的方案应该是绝对尊重创始团队技术主导权，陪绿能慢慢熬过阵痛期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。大资金一进来，就怕干预研发。我理解，但固态电池窗口期很短，巨头都在布局，市场不会等绿能慢慢熬。贵州的方案理想化，却缺抗风险能力。中试一旦卡住，资金链断裂，绿能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主导权，是整家公司。那丰瑞呢？首期5个亿，不干预核心研发。丰瑞只要董事会1票否对权，现重大战略转型。同时，2家新能源汽车厂给绿能做独家测试基地。林总，釜底抽薪，够狠。我不是逼您，是帮您赢。丰瑞要的不是实验室专利，是行业独角兽。合作愉快。林总，太牛了，5个亿直接把贵州秒了。别飘，金条和法务盯死，不能有纰漏。明白。林婉，你赢了。你用5个亿买断了绿能的未来，也买断了我的心血。周宇，你还是没明白，我不是为了赢你才投绿能，你在我眼里早就不是对手了。我投绿能是因为它值5个亿，你的贵州资本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不会认输。商场不相信眼泪，也不相信苦劳。周总，如果基金只有这点抗风险能力，早点关门。别拿投资人的钱为你的情怀买单。绿能科技项目落地后，丰瑞在新能源赛道的入口已经打开。我提议林婉晋升高级合伙人，全面负责新能源和硬科技布局。林总这半年确实打得漂亮。林婉，你这半年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，
签了它，以后丰瑞是你的主场了。谢谢张总的信任，我会让丰瑞在新能源赛道上占据绝对的话语权。林总，恭喜！听说你升任丰瑞高级合伙人了。谢谢。周总的贵州资本最近怎么样？听说拿下了几个不错的早期项目。小打小闹，跟丰瑞的大手比，不值一提。林婉，你现在站得太高了，高到我拼尽全力也只能看到你的背影。这半年，我每天都在反思，我为什么会那么傲慢？为什么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？我以为只要把贵州做大，就能重新获得站在你身边的资格。可能那个项目你给我上了一课，有些差距不是努力就能弥补的，有些错一旦犯了，就永远没有重来的机会。周宇，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说明你这半年没有白熬。周宇，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说明这半年没有白熬。投资市场不相信眼泪，也不相信重新开始，资本的底色是残酷的。那我们之间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了吗？哪怕偶尔交流行业动态，晚宴上碰杯时给我一个真诚的笑。朋友建立在信任和尊重上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信任了。至于行业交流，丰瑞有智库团队，我不需要从一个初创基金创始人那里获取信息。我明白了，打扰了，林总，祝你今晚愉快。林总，绿能第一笔资金到账，2期实验室今天破土，几家观望机构想跟投，要开放份额吗？不开放。丰瑞既然要做，就做绝对控股方，告诉他们想喝汤，等绿能上市去2级市场买股票。明白，林总霸气。少拍马屁。下周我去欧洲考察高端制造标的，国内你盯紧，星汉制造产能爬坡，不能出岔子。我亲自去工厂，保证完成。婉婉，你现在越来越像女魔头了。我在大堂等你，员工提起你，又敬又怕。这个圈子里，让人怕，总比让人觉得好欺负强。说个八卦，赵梦彻底凉了，被老东家开除后，带着泄密基点，正规公司没人敢要，去了小公关公司，又因为手脚干净得罪客户，被扫地出门，咎由自取。他现在行业里查无此人，不值得浪费时间。下一站还有更大的盘子。林婉，从今天起，你正式进入丰瑞核心决策层，新能源和硬科技这条线继续由你掌舵。业内都叫林总并购女王了。称号不重要，下一个项目别输。2年里，我和周瑜没有任何交集，像2条错身而过的直线，各自延伸，再无重合。林总，突发情况，市场上突然有传闻说新创科技核心专利存在侵权风险。消息源：一家不知名自媒体，影响力不大，但新创正处融资关键期，发酵下去会压我们的估值。法务根据手法低级，法务立刻发律师函，公关部同步公布新创最新专利授权证书，用事实说话。我马上去办。等等，查这个账号背后的运营公司，我要知道谁在背后搞鬼。林总，查到了，账号属于一家皮包公司，实际控制人是赵梦。他还真是阴魂不散，估计走投无路，想敲一笔封口费，要不要我找人警告他？不用警告，直接报警。他喜欢玩阴的，就让他跟警察解释，证据做扎实。丰瑞法务不是吃素的。明白。婉婉，解气，这种人终于栽了。挡路的，不管是谁，都只能成为垫脚石。林总，恭喜丰瑞完成对欧洲半导体巨头阿尔法科技的并购，30亿欧元，刷新今年纪录。作为总操盘人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所有的坚持和等待都是值得的。资本没有国界，但技术有。丰瑞要做的是用资本的力量，为高端制造搭一座通往世界的桥。您比杂志上更年轻，也更有魄力。岁月不败有心人。今天后面的安排取消，我出去一趟。王董，跨境数据合规方案，我让团队做了3套预案，这个项目我亲自定，不会出纰漏。周总，好久不见。林总，
恭喜你们拿下阿尔法科技，非常漂亮的并购，整个投资圈都在讨论。谢谢，坐坐。林婉，你比财经杂志上还要出色。这些年，你投的每个项目，我都反复研究，我不敢松懈，拼命把贵州基金做大，把水报率做到行业前列，以为这样就有资格和你站回同一个对话场。可今天见到你，我才发现，还是追不上。你今天主动过来，是有项目想聊吗？没有，只是打个招呼，叙叙旧。那我趁这个机会再正式道个歉。当年我太年轻，处理关系不成熟，伤害了你的职业信任，也辜负了你，对不起。我接受。林婉，既然你接受道歉，那未来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？我研究过丰瑞近3年的方向，硬科技、跨境整合，贵州和你们有协同空间。贵州现在也有足够抗风险能力。抱歉，周宇，我个人倾向于保持适当的竞争关系。原来你还是介意当年的事。不，我不介意了，只是我们早已在不同的轨道上了。愿你我都能抵达想去的远方。林总，穹顶科技的尽调团队已经出发了，但市场上还有一股资金在暗中吸纳外围散股，动作很隐蔽。资金来源绕了几家离岸公司，最终实控是贵州资本牵头的并购金。周玉这次下了血本，听说贵州近1半流动资金都压进去了。他倒是很快进入角色。我们要不要调整方案？穹顶主攻航空航天及高端新材料，未来10年的战略重点。周佐眼光不错，但用外围散股逼宫，太小看丰瑞了。那现在按原计划推进，直接约见穹顶科技赵董。在绝对资本体量和产业资源面前，散股翻不起。今晚的闭门杀戮，我亲自去。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丰瑞和贵州都盯上穹顶。资本圈没有秘密。林总，这么巧？周总消息很灵通，听说贵州最近在2级市场动作频频，想在穹顶科技的盘子里分一杯羹。林婉，你昨晚说过我们是竞争关系，既然是竞争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。穹顶这个项目，贵州不会退让。有野心是好事，但投资不是赌博。周总把半副身家压在外围散股上，就不怕最后连谈判桌都上不了？有没有资格，走着瞧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轻易赢了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不过周总，商场无父子，更没有旧情。如果贵州这次折科陈差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我不需要你手下留情，我要的是堂堂正正的赢你一次。他不像试探，是要真打。他还是执着输赢，可真正的资本博弈，从来不是为了赌一口气。安保级别比我们预想的还高。越核心的技术，越怕被人掐脖子。李总，一路辛苦。丰瑞的诚意我看到了，但穹顶现在面临的不只是资金问题。赵董，顾虑您直说。新型耐高温材料到最后测试阶段了，可我们急需星钛，国内产量低，主要靠进口。上个月最大的供应商突然被资本收购，随后对穹顶限量供应。贵州？周总昨天来过，他说只要穹顶接受贵州注资，出让20%股份，星钛就无限量供应。这是卡脖子，拼不过资金就去锁供应链，卡得很准。赵董，方便吗？打扰了，林总，看来我们又见面了。
周总好手段，为了逼穹顶救护，连垄断供应链都用上，不怕反垄断调查？林婉，商场只看结果，我合法收购供应商，合法调整销售策略，有什么问题？丰瑞财大气粗，可你们能变出新态吗？贵州规模不如丰瑞，但资源会全部倾注穹顶。您签字，明天新泰就到基地。周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丰瑞上个月刚完成对欧洲阿尔法科技的并购？阿尔法做半导体，跟新材料有什么关系？看来你的尽调不够细。阿尔法旗下全家子公司专做航空级特种合金，最新替代材料性能比星泰高15%，成本更低。丰瑞不仅提供50亿研发资金，还能立刻打通欧洲供应链，提供更优质的替代材料。赵达，穹顶不需要受制于任何人。如果数据属实，穹顶愿意优先和丰瑞推进。周总，我说过，不要小看丰瑞，你的底牌在我这里不过是一张废纸。这不可能！林婉，50亿不是小数目。航空航天回报周期长，风险高，贵州还在外围虎视眈眈，这笔投资太激进。高风险才有高壁垒。穹顶掌握的是战略新材料核心技术，测试一旦通过，打破国外垄断，切入的是全球1000亿级市场。可阿尔法的替代材料没在国内做过大规模试配，失败了，穹顶停摆，50亿打水泡。阿尔法首席工程师团队明天到上海，直接进穹顶联合攻关。至于贵州，他们手里的星泰筹码已经废了，周旭资金链吃紧，自顾不暇。你这是拿风月的声誉去赌！我不是赌，我是在做商业判断。各位觉得风险大，我立军令状，3年内穹顶达不到盈利预期，我放弃丰瑞全部期权，引咎辞职。好，有魄力。这个项目，丰瑞投了。周总，银行又催款了，我们收购供应商动用了太多杠杆，穹顶拒绝注资，这笔钱彻底套死。下个月还不上，贵州可能破产清算。要不去求林总，丰瑞如果愿意接手那家供应商，我们还能解套。闭嘴！我周宇就算破产，也绝不会去求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联系他们，把供应商股份折价卖了，今晚就谈。折价会亏得很难看。只要贵州还有一口气，我就没输。林总，好消息！阿尔法替代材料完美适配，极限性能比预期高8%。通知公关部发布联合声明，财后部准备第2笔研发资金，随时打款。还有，贵州那边乱了，周烨把星泰供应商股份结价40%卖给不良资产机构，保住没破产，但核心投资人撤了好几个。不用管他，盯紧我们自己的盘子。阿姨您好，婉婉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过得很好，托您的福，一切都好。阿姨知道当年是周乙对不起你，可他现在真的很难，每天熬夜借钱，整个人都快垮了。你能不能看在过去情分上帮帮他？阿姨，商场上的事不是靠情分解决的，周旭的困境是他自己的商业决策造成的。丰瑞有投资纪律，我不可能拿公司的钱填他的窟窿。可是婉婉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婉婉，你刚才是不是太绝情了点儿？他以前对你还不错，如果我今天心软帮他，才是对他最大的侮辱。什么意思啊？他骨子里骄傲，他宁愿破产也不会接受我的施舍。我拒绝他母亲，是在维护他最后一点尊严。从今以后，他的输赢都和我无关。资本最怕短视，真正的硬科技投资不是赌风口，而是陪企业穿过无人区。丰瑞明年的重点会放在哪些公司？丰瑞只投2类项目，有技术壁垒和能创造长期价值的项目，其他传闻以公告为主。林总，精彩的演讲。周总，好久不见。你已经站到金字塔尖了，我还在泥潭里。商场起伏是常态，周总不必妄自菲薄。我今天不是来诉苦的，是来道别的。贵州被并购了，我辞了所有职务，准备离开上海。去哪儿？西部建几所学校，做点基础公益。资本市场厮杀太久，我累了，想换种活法。挺好的，西部能让人静下来，
祝你一路顺风。林婉，我一直欠你一句真正的对不起，不只是当年的那个玩笑，还有我的自以为是和傲慢。你证明了你比我更优秀、更强大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周玉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输赢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愿你在西部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。谢谢。阿尔法科技和穹顶科技整合成功，林婉功不可没。但丰瑞盘子大了，需要更国际化的管理力量。Victor， 华尔街顶尖并购基金前亚太区总裁，从今天起担任丰瑞联席总裁，和林婉一起负责战略投资。Victor， 欢迎加入丰瑞。林总，久仰。你主导的案子很犀利，不过国内玩法放到国际市场，有时会显得粗糙。粗糙与否，看最终回报率。丰瑞的业绩足够说明问题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穹顶解决了芯态替代材料，但阿尔法产能已到极限，量产缺口是定时炸弹。欧洲2期工厂谈判已经启动。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西部有座未完全开发的蓝硅矿，提炼物能替代阿尔法材料，成本更低，拿不到独家开采权，穹顶量产就得搁置。那座矿在一家民营矿企手里，对方拒绝过所有收购。那只能说明筹码不够，或者谈判的人不对。张总，我申请带队去西部拿下蓝硅矿，如果成功，董事会应重新评估丰瑞未来主导权。林婉，你的意见？我同意，但穹顶项目由我负责，我也去。蓝硅矿这份合同，我们各凭本事。好，西部见真章。Victor， 丰瑞不是华尔街的猎场，别太早下注。Victor 摆明了来抢帮夺权，张总快退了，他冲的就是 CEO 位置，您何必跟他来受这份罪？我不来，难道把穹顶科技的命脉拱手让给他？可天庭矿业那位雷老板据过所有资本，所以更要见真人。丰瑞的 CEO 只能靠业绩打出来，不是靠华尔街投研吹出来。蓝硅矿我们必须拿下。林总，我们的车到了。直接去天拓矿业，路上再核一遍谈判底薪。两位大资本家辛苦了，我丑话说千头，蓝硅矿是天拓命根子，想全盘收购，门儿都没有。雷总，我们出30亿收购天拓51%，您仍管理公司，还能拿到国际市场入场卡。钱是好东西，可我信不过金融的。今天签字，明天你们就能把我踢出局。除了丰瑞，没人吃得下这口子。拒绝我们，蓝硅矿只能烂在手里。我守一辈子矿，也不受资本窝囊气。雷总 ，Victor 话不中听，但蓝硅要走出去需要资本。我的方案不同，丰瑞不控股天拓。林婉，不控股怎么保证穹顶供应链安全？丰瑞出20亿，占股30%，未来5年蓝硅优先供应穹顶。我们还引入环保开采设备，帮天通解决审查难题。环保设备不是砸钱就行，地质复杂。技术方案，丰瑞负责到底。好，明天跟我去矿区，你们拿得出可行环保方案，这合同我跟林总签。林总，看不出来啊，城里来的大老板还挺能吃苦。工作需要而已。雷总，直接看现场吧。希望林总的诚意不只是能做4小时烂路。粉尘、废水全卡在这儿，环保一查停了半个月，解决不了，矿就开不下去。现场能适配吗？岩层比资料复杂，常规除尘效果会打折，定制设备至少半年。半年？穹顶科技下个月向产。林婉，你的不控股方案就是纸上谈兵。没有现场数据前，别急着下结论。资本不等人，供应链更不等人。循环池先2级回流室，
粉尘口别封死，留负压通道。哈哈哈哈！周老弟，你可算来了！昨天那个废水循环方案效果神了，只是出版，今天带了改进版，粉尘也能一起处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周总，好久不见，我代表丰瑞资本和天拓谈合作。林总，这位是？一位前同行。什么前同行？周老弟现在是矿区技术顾问，他的公益基金专帮偏远企业做环保技术，1分钱不要。公益顾问能解决量产及供应链问题。如果你是为蓝硅矿环保方案来的，我或许可以帮上忙。帮忙？周先生不是做公益的吗？丰瑞几十亿抛购案，你的帮忙值多少钱 ？Victor， 闭嘴！周总，你现在是天拓技术顾问，你的方案能不能3个月内让矿区复工并达标？不用3个月，资金到位，设备进场1个月。封闭式负压除尘加废水内循环，石反池借用原有废弃河道，成本低，见效快。林总，这方案可行，避开常规设备短板，成本至少降30%。我就说周老弟有本事。林总，你们出钱把设备搞起来，我立马签字。专利权在谁手里？我个人名下。丰瑞出资5000万买断专利使用权，聘你做环保改造总工吃，直到复工。我不要5000万，方案可以无偿给天拓用。商场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丰瑞不占便宜。5000万是对技术和劳动的尊重，你拒绝我换方案。好，我接受，但钱我会全部捐给较低阶基金。那是你的自由。雷总，技术问题解决了，回办公室谈合同。走，林总痛快。林婉，你拿丰瑞的钱做人情，5000万买破图纸，董事会你怎么交代？你看不出商业价值，我怀疑你华尔街钱租会怎么来的。这套方案能救天拓，也能复制到全国矿企。5000万买的是100亿环保市场，董事会我用业绩交代。丰瑞占股30%，蓝硅优先供穹顶科技。林总，成交。周总，今天多谢，没有你的方案，合同没那么容易拿下。你不用谢我，我只是在做认为正确的事。能看到你依然这么耀眼，我很高兴。其实该谢你，当年绿能科技那个项目是你彻底打醒了我，否则我还在资本泥潭里为虚无输赢挣扎。现在脚踏实地做点实事，我觉得很好。敬踏实。林婉擅自放弃控股权，还花5000万买一份没验证过的环保图纸，这不是投资，是感情用事。不控股天拓，凭什么保证他们未来不撕毁优先供？第一，雷老板不接受强控，硬压只会让丰瑞1两蓝硅都拿不到，30%股份加优先供应权是最优解。第二，5000万买的不是图纸，是国家级环保专利使用权。3家大型矿企已表达购买意向，3年预计净利润不少于5个亿。投资不只看控股权，还看产业布局。如果你有更高回报率的方案，现在拿。天拓投资全票通过，未来战略投资主导权由林婉全面接手。Victor 协助开拓海外市场。林总，刚才太解气了 ，Victor 被您按在地上摩擦。别高兴太早，天拓环保改造不能出岔子。你明天带队去西部，配合周玉，1个月内让矿区复工。明白，保证完成。负压除尘设备今晚进场，我会盯到调试完成。按节点汇报，安全第一，复工第二。好。祝贺你，周总，也祝你在西部公益事业一切顺利。林总，穹顶科技赵董来电，第一批新型耐高温材料成功下线，准备发往航天局最终测试。很好，走吧，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林总，欧洲几家大型航空制造企业都发了合作意向书，只要签下来，穹顶就真正打开国际市场了。先别急着高兴，这些企业背后的控股方大多是奥斯资本。国际资本巨头那个奥斯，吃人不吐骨头那个，主动送上门的订单未必是块好肉。在资本的猎场里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示好。查奥斯资本最近的专利布局，尤其航空新材料的交叉专利，你怀疑他们卡脖子？不是怀疑，
是他们一定会这么做。马务，智库全部动起来，今晚先给林总出版报告。林总，出事了！奥斯资本在欧洲提起专利侵权诉讼，指控穹顶侵犯他们旗下实验室的底层分子结构专利。欧洲法院已经受理，刚谈妥的海外订单全部冻结。果然，技术打不过，就拿流氓专利拖死我们。还有一件事，维克特这几天频繁出入奥斯资本上海亚区总部，名义上谈别的项目，但时间太巧了。他这是吃里扒外，要不要马上向张总汇报？没有确凿证据，张总不会轻易动一个联席总裁。可他已经把刀递给外人了。维克特在天拓输给我，一直等着翻盘。现在借奥斯的手，是想在丰瑞重新洗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订明天飞法兰克福的机票，我亲自去会会这帮华尔街的吸血。维克特那边呢？让他跳，跳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粉身碎骨。晴晴，文婉，你在忙吗？出什么事了？星芒文创可能要破产清算了，老板下午说申请破产，大家各奔东西。星芒财务一直健康，怎么会突然断裂？竞争对手联合资本做局，切渠道，银行抽贷，我们还有几个顶级 IP， 熬过3个月就能活，可现在缺8000万。星芒不能破产。文婉，别冲动，丰瑞的钱不能乱动。丰瑞的钱走流程，但我林婉个人的钱，我想走就走。那是一大笔钱，万一打水漂……没有万一。我看过你们的财报和 IP 储备，这是一笔优质投资。我这几年期权分红和个人投资凑1个亿没问题。明天上午，我让私人律师带意向书去星曼。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当年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你拉了我一把。现在，轮到我做你的白衣骑士。别哭，明天穿漂亮点，去会议室把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赶出去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的1亿打水烫。国内战场交给你，我明天飞欧洲，也有一场硬仗。机票和欧洲顶级专利律师团队也安排好。收到。真正的强大，是能保护自己真实的人。奥斯资本，明天见。林总，奥斯资本申请诉讼保全，冻结穹顶科技欧洲潜在交易，还联合行业协会准备封杀新材料。穹顶的底层分子结构是自主研发，核心链条完全不同。他们在偷换概念，拿等同原则恶意诉讼。但欧洲这类专利案周期2到3年，他们不求赢，只求拖死穹顶，逼你们低价出手。海外市场分3年，产能过剩，50亿投资全被架在火上烤。查奥斯资本起诉用的底层专利是自研还是收购？5年前从一家破产的俄罗斯实验室收购。查车算记录，尤其原始实验数据。我要证明这项专利申请时就数据造假，或者隐瞒关键缺陷。专利无效，诉讼自赔。致命突破口，我马上联系俄罗斯调查团队。林总，国内出事了。Victor 在董事会发难，说穹顶海外诉讼重大，投资风险失控，提议暂停2期拨款，还要求重评您投资决证权。张总呢？张总压住了，但保守派被煽动了。Victor 还拿出奥斯资本低价接盘穹顶股份的意向书，说这是唯一止损方案。2期资金停拨，穹顶生产线会停工。陈瑞，订最快回国航班。
现在？现在，欧洲这边继续查俄罗斯实验室，我回去开董事会。Victor 想逼宫，我就亲自送他上路。海外诉讼已经失控，接受奥斯资本收购是保住丰瑞本金的唯一方法。林总，回来的正好，你的误判总该有人负责。Victor， 你是想保住丰瑞本金，还是拿丰瑞资产去向你的华尔街前榜样邀功？林婉，说明白。奥斯资本起诉球鼎的底层专利，5年前原始实验数据造假，无效宣告请求已经提交欧洲专利局。还有，你加入丰瑞姐，秘密持有奥斯资本壳公司案股，你推动低价收购是利益输送。血口喷人！你伪造证据！上个月离岸账户500万美元咨询费 ，Victor， 你解释。丰瑞容不下吃里扒外的人 ，Victor， 解雇。法务部起诉商业欺诈和职务侵占。林婉，你别以为赢定了。穹鼎2期资金明早全额拨付，海外诉讼放手去打，丰瑞给你兜底。谢谢张总。林总太帅了 ，Victor 做梦也想不到您这么快拿到他的把柄。商场上永远别低估人性的贪婪，也永远要留一手底牌。通知公关部发布穹鼎科技专利无效宣告声明。明白。我要让奥斯资本后继不成18倍。林总，欧洲订单开始解冻了，穹鼎科技新材料的海外询谈翻了3倍。通知穹鼎，产能和交付别掉链子，赢了第一仗，后面才是真正的市场。明白。婉婉，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！多亏你那1亿，我们熬过做空危机，还拿下2个 S 级 IP， 现在估值翻了3倍。当初看笑话的资本全排队送钱，那是你自己的能力，我只是顺水推舟。少来，你可是最大个人股东，所以年底分红我会认真看的。有件事，我还是得告诉你，我前几天去西部谈文旅 IP， 听当地人提起周喜。他怎么了？他的公益基金做得很大，建了10几所希望小学，还给民困村引进农业技术。可是前段时间他去山区考察，遇到泥石流，车翻下山崖。人没事吧？命保住了， ICU 躺了半个月才抢救过来。醒了以后拒绝回上海，坚持留在当地康复。婉婉，他现在挺让人敬佩的，你不去看看他吗？不去，我们早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他找到了自己的路，我出现只会打扰他的平静。你真的放下了？每个人都要为选择付代价，也要为信仰承担风险。他选择那条路，就一定有走下去的觉悟。很多年前，他在天台递给我热牛奶，也在会议室替我扛下所有指责。后来，他也为了一个实习生，把我的前途当成玩笑。就让他彻底过去吧。
林总，前台有位姓赵的女士想见您，没有预约，说是您的旧识，有很重要的事求您。姓赵，她说她叫赵梦。让她上来。林总，坐，找我什么事？李婉姐，求你救救我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这里是丰瑞资本，不是慈善机构。你这套一哭二闹三上吊，8年前没有，现在更没有。站起来说，否则我叫保安。我被行业封杀后找不到工作，借高利贷做生意，赔光了，利滚利欠了几百万，催债的天天去我家，我爸妈都病了。你现在身价过亿，能不能借我一点？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。赵梦，你觉得我林婉是以德报怨的圣母？当年你篡改我的调岗申请，想毁我前途，后来窃取商业机密，顾水军抹黑丰瑞并购案，你每一步都把我往死里逼，现在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我错了，我嫉妒你，嫉妒你比我优秀，嫉妒周胜对你好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你就当可怜我这条狗，给我一条生路吧。你的下场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，我不会借你1分钱，也不会可怜你。林婉，你为什么这么狠？几百万对你就是九牛一毛，你见死不救，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靠自己走到今天，怕什么报应？扔出去！以后他再靠近丰瑞大楼半步，直接报警。林婉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个冷血的女人！林总，需要我通知法务备案吗？通知。烂人最怕的不是同情，是规则。林总，徐博士又拒了，这月第3次，他说不见只会看财报的外行资本。红组高瓴也被拒了，全被他用技术术语怼回来。他只要纯财务投资，控制权董事席位一个都不给。具身智能是未来10年的入口，致远的壁垒值得丰瑞敲门。可他连门都不开。技术狂人只服技术，查他们研发最大瓶颈，再联系绿能科技李总、穹顶科技赵董，明天来上海。你要用产业资源砸开他的门？不是砸，是让他看见谁能把实验室玩具变成世界级公司。林总，我实验室还有数据要跑，如果还是估值对赌，别浪费时间。致远在非结构化环境里，动力续航不足，关节材料磨损过快，量产机卡在这里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写代码，但我解决问题。左边绿能微型高密度固态电池，右边穹顶航空级耐磨新材料，2家公司丰瑞绝对控股。博士，如果参数是真的，量产至少提前2年。能量密度、屈服强度，这不可能这么快。现在丰瑞还是外形资本吗？林总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开条件吧，我要独家授权。丰瑞出资30亿，占股40%，一个董事会席位，带1票否决权。控制权不能丢。你保留创始团队技术主导权，丰瑞要的是商业化边界和关键风险否决权。徐博士，我不要实验室里的玩具，我要一个改变世界的科技巨头。绿能和穹顶全面开放，写进协议，独家技术协同，量产通道，供应链优先级，丰肉负责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林总，消息泄了，Victor 那边也在接触支援。
绿能和穹顶的产能都能跟上，致远量产只差最后一环。那是一所新建的学校。贵州希望小学，上海来的周玉老板牵头建的，这几年把身家都砸在教育和农业扶贫上了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前几年山里泥石流，差点没救回来，命保住了，腿落了残疾，可人精神好，天天跟老百姓泡在一起，大家都敬他。林总，要不要停一下，进去看看？不用，行程很紧，去下一个考察点。互不打扰，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。婉婉，如果没有你当年那1亿救命钱，就没有星芒今天。是你自己争气，带团队熬过了最难的寒冬。去吧，敲响属于你的钟声。开盘涨幅60%。我们赢了，是靠自己赢的。婉婉，我和你弟弟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你爸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有你这么个女儿。妈，你们照顾好身体，缺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也别只顾工作，早点休息。10年前，我为一张手术缴费单走投无路。10年后，我终于有能力保护所有真实的人。命运给过我一手烂牌，但我把它打成了王炸。林总，安保和媒体接待都确认了，但会务组临时收到一个旁听申请，西部某省官方推荐。谁？贵州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周宇。他来干什么？听说是给西部贫困县的农业科技化项目拉赞助，明天资本大佬多，他想碰碰机会。官方推荐就按流程接待，靠后旁听席，不特殊关照也不用刁难。明白。资本的本质是逐利，但伟大的资本应该有穿越周期的眼光和改变世界的格局。丰润愿与坚持长期主义的同行者一起，用资本的力量为人类科技进步铺路。谢谢大家。林总，丰润下一步是否会加大北美市场？林总，我们希望会后单独沟通合作。林总，官方晚宴7点开始，主桌给您留了位置。替我婉拒，今天够了。周先生那边需要安排人对接吗？他来这里是为了项目，不是为了我。按公益项目资料正常收集，交给评委组。明白。林总，您的演讲非常精彩。周总，
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今天站在台上的样子很耀眼。锋锐在你手里已经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高度。你也不错，听说你在西部建了10几所学校，还引进了农业科技，比在资本市场做零和缓解有意义的多。林婉，我今天来除了听你的演讲，还想向你道谢。道谢？当年天拓矿业，如果不是你用5000万买下我的专利，我的公益基金撑不过最难的起步期。是你给了我重新做人的底气。那是你应得的技术报酬，不用谢我，我只是个商人，在商言商。我知道，你一直这么理智清醒，这是我当年最欣赏你，也最害怕你的地方。我曾经愚蠢的以为，只要掌控你，就能证明我强大。结果我不仅失去了你，也迷失了自己。这几年在西部，我每天和当地人打交道，看见孩子们因为有新书本笑出来，我才明白什么叫价值。林婉，我终于放下了，我不恨你了，也不恨我自己了。放下就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你找到了你的道，我也会在我的战场上继续前行。林总，不打扰你了，我明天还要赶回西部，那边有个农业大棚项目等着落地。一路顺风。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挽留，只有成年人之间最体面的告别。林总，我们赢了。文婉，星芒新电影票房破30亿，周末必须请你吃大餐，不醉不归。都走到这里了，林总，原来您在这里。还没下班，量子计算赛道初步尽调刚做完，我想先给您过一遍。数据扎实，明天会让你自己讲。我做判断的人不能永远躲在报告后面。林总，您每次站在这里看夜景都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万家灯火里有多少人正在为了野心和梦想熬夜？你觉得资本是什么？工具、放大力，也是很残酷的淘汰机。对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捍卫尊严、实现价值的底气。永远不要把前途和命运寄托在任何人的施舍或感情上。职场上的玩笑，生活里的背叛，都不能成为你停下来的理由。你要做的是继续往上走，走到有一天，所有轻视你的人只能仰望你的背影。我明白了，林总，我会向您看齐。先回去休息，明天还有硬仗。林总晚安。10年的风雪泥泞、背叛与涅槃，都成了身后的路。敬自己，敬未来。我叫林婉，我曾被困在别人设下的玩笑里，但最终亲手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无坚不摧的商业帝国。